上一支描述高敏感人格的影片，给我有种找到同类的感觉。谢谢大家的留言，也给了我很多能量。有人建议运营一个专属的圈子，现在的我还没有能力去做，但是找一些简单实用的操作建议，让大家生活得更有幸福感，是我能做到的。今天的这支影片就结合5天有机的高敏感人士的幸福清单，给大家一些非常具体的幸福建议。那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一位名叫苏珊·凯恩的律师站在TED演讲台上，他的声音轻柔而坚定。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他本应该是那种外向、强势、善于在公众场合侃侃而谈的人。然而，他却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了一个秘密，他是一名内向者，一个高度敏感的人。我从小就被告知要更外向一点，要更活跃一点，要像那些受欢迎的孩子一样。苏珊回忆道，每次社交活动后，我都需要独处来恢复能量。我对声音、光线、气味的敏感度远超常人，我能感受到别人细微的情绪变化，甚至有时候会因为一部电影或一首歌而泪流满面。在准备这场演讲时，苏珊曾考虑过拒绝，因为她知道这会让她筋疲力尽，但她最终还是站上了舞台，不是为了改变自己，而是为了告诉世界，敏感不是弱点，而是一种天赋。苏珊的故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高敏感人群的讨论，她的演讲《内向者的力量》成为TED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帮助无数像他一样的高敏感者找到了自我认同和内心的平静。高敏感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却承载着复杂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更是一种深度处理信息的能力，一种细腻感知世界的方式。高敏感者就像是装备了高精度雷达的人，能够捕捉到常人忽略的细节，感受到常人忽略的情绪波动。这种特质既是礼物，也是挑战。在一个推崇外向、快节奏的社会中，高敏感者常常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被误解为太脆弱、太敏感或太挑剔。但正如苏珊所证明的那样，当我们学会拥抱自己的敏感，理解它的价值，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活出真实而丰富的人生。高敏感的科学基础，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嘈杂的环境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敏锐，或者因为一部感人的电影而情绪波动很大？如果是，那么你可能就是一名高敏感者。2004年，心理学家艾琳·阿伦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大约 15% 至20% 的人口属于高敏感者。这不是一种疾病或障碍，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特征。就像有人天生喜欢冒险，有人天生喜欢稳定一样，高敏感者的大脑与常人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高敏感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特别活跃。镜像神经元是大脑中的一类特殊细胞，它们能够映射他人的行为和情绪，让我们能够理解和共情他人的体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敏感者对他人的情绪如此敏锐，他们的大脑天生就更善于捕捉和处理这些信息。此外，高敏感者的大脑中负责感官整合的区域，如前扣带皮质和前额叶皮质，活跃程度也高于常人。这意味着他们接收到的感官信息，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都会被放大处理。
一个普通人可能觉得微不足道的噪音，对高敏感者来说可能就像是巨大的干扰。一个普通人可能闻不到的微弱气味，对高敏感者来说可能非常明显。马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从小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我总是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细节，他说，比如房间里灯光的微妙变化，或者某人说话时语调的细微波动。这让我在编程时非常有优势，因为我能发现最微小的错误。但在嘈杂的办公环境中，我常常感到不堪重负。马克的经历并不罕见，高敏感者往往在需要细致观察和深度思考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但在充满刺激的环境中容易感到疲惫和不适。这不是因为他们太脆弱，而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正在更加努力地工作，处理更多的信息。理解高敏感的科学基础，有助于我们摆脱敏感是弱点的错误观念。敏感不是选择，而是天生的特质，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身高或眼睛颜色一样，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是否敏感，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特质，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优势而非负担。高敏感者常见的误解与挑战。你太敏感了，这句话对高敏感者来说并不陌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敏感常常被视为一种缺陷，一种需要克服的弱点。这种误解不仅来自外界，有时也来自高敏感者自己。Lily 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不要那么敏感，要坚强一点。当我因为一部悲伤的电影哭泣时，他们会显得很不耐烦。久而久之，我开始相信自己有问题，开始努力隐藏自己的情感。这种经历在高敏感者中非常普遍。社会对坚强的定义往往与高敏感特质相悖，导致许多高敏感者从小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的天性，试图融入主流价值观。但这种压抑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敏感度，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自我怀疑。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高敏感是性别特定的特质，女性应该更敏感，男性应该更坚强。这种刻板印象对男性高敏感者造成了双重压力。托马斯是一名高中生，他对视觉和声音特别敏感。我不喜欢看暴力电影或玩暴力游戏，这让我在男生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说，有时候同学们会嘲笑我，说我像个女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事实上，研究表明高敏感特质在男性和女性中的分布大致相等，约为1:1。但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男性高敏感者往往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敏感特质，导致他们在统计中可能被低估。除了来自社会的误解，高敏感者还面临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由于他们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度较高，普通人觉得舒适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可能过于刺激。安娜是一名市场营销专员，她描述了自己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的困境，周围的谈话声、电话铃声、打印机的噪音，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干扰。到了下午，我常常感到精疲力竭，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此外，高敏感者对时间压力也特别敏感。当面临紧迫的截止日期时，他们可能比常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不安。这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处理如果赶不上怎么办的各种可能性，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了解这些挑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挑战并不意味着高敏感是一种缺陷，相反，它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一种深度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高敏感的优势放大你的超能力。尽管高敏感在现代社会中常常被视为挑战，但它实际上蕴含着许多独特的优势。当我们学会善用这些优势时，高敏感可以成为我们的超能力。首先，高敏感者通常具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他们能够注意到细微的细节，感知到微妙的变化，这使他们在许多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杰西卡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她的高敏感特质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能感受到空间中的能量流动，注意到色彩、纹理和光线的微妙变化。他说，客户常常惊讶于我能捕捉到他们未明确表达的需求和喜好。其次，高敏感者通常具有深厚的情感共鸣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情绪状态，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担忧，这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倾听者、顾问和朋友。大卫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认为自己的高敏感特质是职业成功的关键。我能够感受到来访者未说出口的情绪，注意到他们语调和肢体语言的细微变化。他解释道，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第三，高敏感者往往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创造力，他们对美的敏感，对情感的深度体验，使他们在艺术、文学、音乐等创造性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艾米是一名作家，他的小说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而闻名。我能够深入体验各种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他说，这让我能够创造出更加真实、立体的角色，讲述更加打动人心的故事。此外，高敏感者通常具有深度思考的能力，他们不满足于表面的理解，而是倾向于深入探索问题的本质，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影响。这使他们在研究、分析和战略规划等领域表现出色。李明是一名战略顾问，他的高敏感特质帮助他看到了常人忽略的风险和机会。我能够感知到市场的微妙变化，预见到可能的趋势和挑战。他说，这让我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建议。高敏感者往往对美和和谐有着特殊的感知能力，他们能够从自然、艺术和人际关系中获得深刻的满足和喜悦，这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玛利亚是一名摄影师，她的作品以捕捉瞬间的情感和美而著称。我能够看到常人忽略的美，无论是一束阳光穿过树叶的方式，还是一个老人脸上转瞬即逝的微笑。他说，这些瞬间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和情感。我希望通过我的照片与他人分享这种体验。这些例子表明，高敏感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独特的天赋。当我们学会理解和运用这种天赋时，它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强大优势。武田有纪的高敏感幸福清单生活策略，理解高敏感的本质和价值是第一步，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管理这种特质，找到平衡点，则是高敏感者面临的实际挑战。武田有纪在《高敏感人士的幸福清单》中提出了许多实用的生活策略，帮助高敏感者更好地管理日常生活。我们来听听他都是怎么说的。感官管理，善用放大效应。
高敏感者会将感官信息放大处理，这意味着不舒服的体验会更不舒服，但舒适的体验也会更加舒适。利用这一特点，我们可以重新构建生活环境。对于嗅觉敏感的人，选择空气流通的居住环境至关重要。如果条件允许，投资一台高质量的空气净化器是值得的。虽然初期成本较高，但长期来看，它能为你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这对高敏感者来说是无价的。同时，高敏感者可以利用自己对气味的敏感，选择能够带来特定情绪体验的香氛产品。例如，薰衣草可以帮助放松，柑橘类气味可以提振精神。选择天然、无化学添加物的产品，避免因添加物而产生不适感。对于听觉敏感的人，噪音控制是关键。使用白噪音可以有效掩盖干扰性噪音。如果在家中不方便播放声音，高质量的降噪耳机是一个很好的替代选择。听觉敏感也有其优势，高敏感者可以通过音乐更有效地调节情绪。无论是需要释放压力、沉浸在悲伤中，还是寻求平静，适当的音乐都能帮助高敏感者更深入地体验和处理情绪。视觉敏感的人需要特别注意光线环境。高敏感者通常无法忍受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使用电子设备，也对屏幕亮度有特定要求。遮光窗帘和眼罩是高敏感者的必备物品，尤其是在夏季日照时间较长的季节。情绪管理，设定健康界限。高敏感者容易被他人的情绪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武田有纪建议，与伴侣或家人建立定期的调停会议，而不是在情绪激动时立即讨论问题。例如，可以与伴侣约定每周固定一个时间讨论近期的不愉快事件。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先记下来，等到约定的时间再讨论。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避免情绪波动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二是经过几天的冷静期，你的表达和建议通常会更加理性和有建设性。时间管理，创造缓冲空间。高敏感者对时间压力特别敏感。武田有纪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时间缓冲区，避免紧张和焦虑。例如，如果你需要8点30分起床，9点30分到达办公室，不妨提前20分钟起床，这样早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容错空间，你不会因为一点小延误就感到紧张不安。这种策略可以显著减少高敏感者的日常精力消耗。职业选择，发挥敏感优势。武田有纪强调，高敏感者不必追随主流定义的成功路径。在当今社会，敢于竞争、充满活力的特质常常受到追捧，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敏感者必须强迫自己适应这种模式。高敏感者有自己的优势领域，例如，他们的感官敏锐使他们在创作领域有独特优势，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作词人、编剧或艺术家，而不必成为承受巨大外部压力的唱片公司老板。同样，高敏感者通常是优秀的倾听者和沟通桥梁，这使他们在团队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他们可能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武田有纪的核心观点是，成功的定义不是单一的，与其强迫自己适应不符合自己天性的角色，不如善用和放大自己的高敏感特质，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武田有纪在他的书中强调，
高敏感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特质和需求，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标准。这不是妥协或放弃，而是智慧和自我接纳的表现。武田有纪的高敏感幸福清单实践清单，建立日常仪式感。武田有纪特别强调了仪式感对高敏感者的重要性。有规律的日常习惯可以为高敏感者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感，减少不必要的决策疲劳。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和睡觉，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设定特定的时间进行自我关怀活动。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对高敏感者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丽莎建立了一套晨间仪式，起床后喝一杯温水，进行15分钟的冥想，然后写下3件感恩的事情。这个仪式帮助我以平静和专注的状态开始一天。他说，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我都有这个稳定的锚点。学会战略性撤退。战略性撤退即高敏感者需要学会在感到不堪重负时及时撤离刺激环境，给自己恢复的空间。这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就像运动员需要休息才能更好的表现一样，高敏感者需要定期的充电时间才能保持最佳状态。在工作中实践这一策略，当我感到信息过载时，我会找个借口去洗手间或茶水间，花几分钟深呼吸，重新找回平衡。这比强撑着工作效率更高。培养感官过滤能力。高敏感者无法改变自己对刺激的敏感度，但可以学习更好地过滤和管理这些刺激。高敏感者有意识地练习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上，同时暂时屏蔽其他干扰。这种能力需要时间培养，但对高敏感者的日常功能至关重要。比如在拥挤的咖啡馆工作时，可以使用一种特殊的专注技巧。我想象自己被一个保护罩包围，只有我想要的声音和信息能够进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对我非常有效。寻找感官避风港。每个高敏感者都应该有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空间，一个符合自己感官偏好的避风港。这个空间可以是家中的一个角落，一个喜爱的公园，或者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高敏感者可以暂时卸下防备，让敏感的神经系统得到休息。比如在家中创造了一个专属的阅读角落，柔软的沙发，温暖的灯光，最喜欢的书籍环绕。每当我感到不堪重负时，这个角落就是我的避风港。与伴侣和家人的沟通。高敏感特质常常在亲密关系中造成误解和冲突。武田有纪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沟通策略，帮助高敏感者与伴侣和家人建立更健康的关系。首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界限，而不是期待对方猜测。例如，我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恢复能量，这不是因为我不想和你在一起，而是我的神经系统需要休息。其次，教育伴侣和家人了解高敏感特质，帮助他们理解这不是矫情或挑剔，而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特殊运作方式。当我感到不堪重负时，我会说我需要一点空间，这是我们约定的信号，表示我需要独处一会儿。他理解这不是拒绝他，而是我的自我照顾方式。高敏感者的职场生存指南。职业选择对高敏感者的幸福感有着决定性影响。理想的职业应该能够发挥高敏感者的优势，同时不会造成过度刺激。适合高敏感者的职业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允许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提供安静或可控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有意义且能发挥创造力，不需要频繁的高压决策或冲突处理。例如，作家、研究员、设计师、心理咨询师、图书管理员等职业可能更适合高敏感者，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敏感者不能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你的职业是医生，可以选择在小型诊所而非大医院工作，虽然收入可能低一些，但我能够有更多时间与患者交流，工作环境也更加安静和可控，可能是更值得的交换。如果无法立即更换工作，建议高敏感者尝试在现有工作中创造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例如与上司沟通，争取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或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在办公室找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使用降噪耳机减少干扰，在日程表中安排恢复时间，学会委派任务和设定界限，避免承担过多的工作负担。武田有纪鼓励高敏感者认识并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如细致的观察力、深度思考能力、创造力和同理心。在职场中，这些特质可以转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优质的客户服务和团队协作等竞争优势。托马斯是一名高敏感的项目经理，我发现自己能够预见团队成员可能面临的困难，感知项目中潜在的风险，这让我能够提前采取行动，避免许多问题。我的团队成员称我为问题雷达。武田有纪还特别强调了正念冥想对高敏感者的益处。通过正念练习，高敏感者可以学会观察自己的感受和反应，而不被他们淹没。写日记也是一种有效的情绪处理方式，帮助高敏感者理清思绪，释放情感。定期的自我反思和内在对话有助于高敏感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界限，做出更符合自己本性的选择。每天晚上都会花10分钟写感恩日记，我记录下当天的3件好事，无论大小。这个习惯帮助我将注意力从负面转向正面，从焦虑转向感恩。武田有纪注意到，许多高敏感者有着强烈的灵性需求和体验，与自然连接、艺术创作、冥想、宗教活动等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情感出口，也帮助高敏感者找到更深层次的意义和连接感。比如每周都会安排1天的艺术日，这一天我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不设定任何目标或期望。这是我与内在自我连接的方式，也是我处理复杂情绪的途径。武田有纪在《高敏感人士的幸福清单》的结尾强调，高敏感不是需要修复的问题，而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一种看待和体验世界的特殊视角。当我们学会接纳并拥抱自己的敏感特质，不再试图符合社会的标准模板，我们就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高敏感者就像是一架精密的仪器，能够捕捉到常人忽略的细微信号。这种特质既是挑战，也是礼物。关键在于学会保护和运用这种敏感，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优势而非负担。武田有纪认为，高敏感人士有4个特征：6种幸福，2个提高幸福感的要点。享受如下6种幸福：富于感受的幸福，直觉敏锐的幸福，深度思考的幸福，善于表达的幸福，有责任心的幸福，共情能力强的幸福。下次我们再一起来感受这6种幸福。
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